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昨天晚间美股跳空高开，急速上行，最终呢上涨幅度达到1.18%。我们看到这个位置的上涨呢是脱离了一个筹码密集区之后，单独走了一个日线级别标准的悟空阳线。那有了这个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上方空间将会被打开。再往上走呢，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上方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本轮在周线级别的从反弹到反转的过程当中，我们从下往上数，经历了第一轮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出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组，经历了短暂的4小时级别震荡调整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摆脱了一个筹码密集区之后，那本周的行情正式走出了一轮超级牛市当中，道琼斯工业指数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对于道指来说，上方空间无论在周线级别也好，日线级别也好空间将会被打开。那同步上涨的是 A 股市场，目前已经站上了3000点。我们看日线级别上连续上涨之后，目前正在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对于周线级别的 A 股市场来说，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一个8级阳线呢。接下来的走势，我认为很快就会突破3150点。那么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和道琼斯工业指数、美股市场纷纷上涨的同时，比特币目前在高位处在一个震荡行情当中。那这里的震荡行情是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升阳线的这个位置。那本周行情我们就对比特币强调了一点，这周是沙僧阳线，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同时呢$5300，53000美金也是前面行情当中波峰的一个位置的区间，这里面存在一个筹码密集区，因此呢，考虑到这2点，目前行情一个震荡行情，同时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边儿性的阴线在52985这个高点附近出现之后，目前对于4小时级别的调整来说，它走出了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目前处在8节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今天晚间没有开盘，有可能出现回调的这个情况下因为美股冲高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回落，这种情况下对于比特币来说可能会触及一下5万美金附近。如果能够触及5万美金，在4小时级别上5万美金这个关键性的点位有可能是被跌破的，下方呢形成了一个多股连线构成的这个支撑，跌破之后将会迎来一个可以低接的位置在5万美金附近进行低接，同时呢这个位置也是4小时级别上的一个黄金坑的一个比较于多头的好的位置。在行情当中有这样的几点可以考虑到，第一个呢就是位置，第二呢是趋势，第三呢，就是要控制自己的仓位把握这几点，往往能在行情当中获得很大的利润。BNB 呢，我们看到相对于比特币的结构走了一波反弹，并且呢站上了200日均线。日线级别200日均线在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上成功站上了。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和目前正在走的沙僧阳线。那对于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方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 BNB 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处在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这个悟空阳线源自于23年12月25日，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是干扰型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一个判断。在上方呢，周线级别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是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因此呢，对于 BNB 来说，是我们本周重点强调的，不断创出新高，在反弹过程当中不断创出新高可以参与的一个多头币种。我们回到 BNB 和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上来看，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 BNB 在本周已经正式完成了它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走势。那在这样的走势当中，我们看到下方144均线周线级别的144均线在328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那么把时间级别调小一些，调到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看这里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偏向于一个
方向向上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一定的回踩。如果能够出现回踩，到达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支撑位$328附近的话，是一个可以进场 BNB 的一个好的时间节点。同时，我们看 BNB 这个结构，它已经从$691高点下来之后，调整时间长达2年，2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成功回补了$691到底部$220附近的一个筹码空缺区。回补完成之后，经历了漫长的横有多长就有多高的一个横盘震荡过程，目前终于出现了一个上涨趋势。同时，对于 BNB 来说，最近的 IEO 也给 BNB 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 IEO 打新呢，通过 BNB 质押的方式进行的 IEO， 让资金进入到了 IEO 的币种之后往往这些新币种在回调的过程当中，资金重新通过新币种和 BNB 的交易对回流到 BN 平台，回流到 BNB 的交易对上。所以呢，我们看到 BNB 在不断的 IEO 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了，无论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 ，BNB 在这轮行情当中都走完了它的上涨细游。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容易出现一定的回踩的。那么根据我们 K 线修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容易做出的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回调过程。因此呢，如果 BNB 一旦出现4小时级别下跌细游，那么要考虑进场第一个仓位。那如果能够走完它的日线级别下跌细游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应该进场第2个仓位。总而言之呢，对于 BNB 来说，本轮行情一定要坚定持有，并且如果你没有仓位的话，建议跟随我的这个步伐，逐渐把仓位建起来。那么最火热的币种 WLD 今天也出现了一定的下跌，下跌幅度大概是在10%左右。我们看日线级别的 WLD 走出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目前处在一个8节阳线的势力范围。我们这2天的行情分析都给到了，这个8节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经历调整，调整完毕之后再往上走是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对于不断创出新高的币种，它永远有更高点的一个期待值。同时呢，考虑到目前它的一个调整过程，在4小时级别上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目前呢正在走8节阴线。那么如果能够在焦点位这个位置的吸引力的作用下，焦点位相当于一个黑洞，容易把价格吸引下来。如果能够重新打到$6.5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的位置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我们昨天提到的RAY 是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个币种，这个币种呢在去年7月份我们会员群就给了出来，大概是在$0.3附近给了出来，最高的一个涨幅涨到$2附近。然后它经历的这个调整，昨天我们就提到了首先是一个跌收敛三角形，下跌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变弹反弹之后呢，又从下跌收敛三角形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这个横盘收敛三角形。昨天提到的这个位置$0.96，它的这个底部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容易跌破的。为什么要跌破呢？因为它要砸出一个黄金坑，同时呢驱赶部分的获利筹码。驱赶之后呢，我们在黄金坑下方的这个位置建仓即可。后面的行情当中，我们认为它在后上容易在黄金坑下方由吸引力的焦点的这个位置先反弹上来，从而构建本轮行情对于 RAY 来说的第2轮的走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于 RAY 来说，前面的行情当中走了一轮完整的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周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目前正在做的是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此呢，对称性周线级别下跌在这里出现之后，下方进入到黄金坑。周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我们有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预期。那周线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我们有对称性的日线级别到周线级别反弹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对于 RAY 来说，对于这种回调力度非常大，已经进入到牛市当中的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币种来说，下方的1440均线、169均线，同时呢，坑的这个区域大概是在$0.7到$0.6附近，是我们可以进场我们建仓的一个位置。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